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菊讲故事。我老公离过3次婚，每一次都是因为婆婆这个老阴阳人。她给第一任儿媳炖补汤，汤里是儿媳养了8年的爱犬；给第2任儿媳办庆祝会，可那天是对方父亲的忌日；跟第3任儿媳聊天谈心，背地里把儿媳的秘密告诉所有人。知情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嫁进这个火坑，可我离过5次婚，把5个恶婆婆都气改嫁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孙姨婆婆，你会是第6个吗？结婚第1天，一大早婆婆就包了饺子，属于北方人的最高待遇，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桌上的4盘饺子，3盘歪瓜裂枣，唯独我座位前的那一盘，不仅用粉色盘子装着，饺子也个个包得很好看，明晃晃就是有问题。我也不是冤枉婆婆，老公之前离过3次婚，每一任前妻最后都落了个不孝顺婆婆的坏名声，导致那3人现在也没嫁出去，反倒是婆婆成了无辜可怜的大好人，亲朋好友都心疼婆婆的遭遇。信她不如信我是秦始皇，谁家好人能逼走3个儿媳妇啊？估计见我一直没动筷子，婆婆开了群视频，瞬间5个姨，1个舅妈加上婆婆，7个老太太的脸对准我。大姨眼睛放光：孙姨，你对你儿媳妇真好。我说你怎么凌晨3点给我发消息？原来是早起包饺子啊。啧啧，这饺子一看就香，沈墨赶紧吃啊，凉了就不好吃了，别辜负你婆婆一片心意。我低头想着怎么把饺子推出去的时候，婆婆突然伸过手来，手指上的3个伤口还在流血，恰到好处的让我和手机上的亲戚都看到。沈墨要是不喜欢，妈再重新给你做就行。话音落下的时候，连公公和老公都看向我，包括那些亲戚，每个人的眼里都是对我不知好歹的鄙视和厌恶。看来今天这盘饺子必须得吃了。我用筷子夹了一小块，先看里面的馅，像是椒瓜肉馅的，闻着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普通的肉味。难道我想多了？心里难得升起的愧疚心，在我把饺子吃进嘴里后，立刻消失不见。一股比屎味还刺激的味道直冲我天灵盖，脑子里只剩下2个字：傻逼。是骂我蠢，竟然信婆婆；也是骂婆婆，这饺子馅太歹毒了。苦瓜和生姜2种最邪恶的食物凑到一起，效果堪比生化武器。生姜不愧能伪装成任何食物，泡了肉汤装肉馅，难吃的馅料里再加上致死量的盐，又苦又辣又咸。不过嚼了一下，我眼泪都逼出来了。我想起自己曾经结过5次婚，很倒霉的遇上5个不好惹的恶婆婆，那时候我没哭。后来恶婆婆想收拾我，被我反击回去，到最后我把他们气改嫁了，自己也没高兴哭。可今天真有点受不了了，这口气我必须得出。心里把婆婆的祖宗18代问候个遍，可我脸上一点多余的表情也没有。借着用纸巾擦嘴，我把饺子吐了，抬起头，眼里闪着泪花看向婆婆：妈，您包的饺子也太好吃了。一句话把婆婆说愣了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有福自己先想，有难谁也别想好。所以我笑眯眯看向公公，叫了他一声，冲他比了个张大嘴巴啊的动作。公公下意识跟着我照做。我立刻抢了老公照相屏的筷子，夹了一个苦瓜姜水饺塞公公嘴里。公公下意识咀嚼，没2下就掐住自己脖子，张嘴想吐出来。我赶紧说：爸，你是想吐吗？
你觉得妈做的饺子难吃？”公公艰难摇头，默默把嘴巴闭上，一副命很苦的样子。咽下去的时候，噎得他翻白眼，差点没翻回来。我把自己剩下的那大半个饺子快速塞到赵向平嘴里，还贴心地帮他合上下巴。赵向平五官皱到一起，每咀嚼一下，五官就皱紧一次。偏偏因为我看着，他还不敢吐。咽下去后，连喝2大杯水，还在那干呕。喝完第3杯水，打了个饱嗝，生怕我再喂他，小心翼翼对我说：“老婆，我吃饱了。”“吃饱了好啊，那接下来就该我的好婆婆了。我喂不死她。”我端起剩下的饺子，走到婆婆身旁，蹲下，抢过她的筷子，一脸虔诚地夹起一个饺子，对到婆婆嘴边：“妈，您也吃。”婆婆身子使劲往后退，想避开我。我把脸凑到她的手机前：“各位姨姨、舅妈，我妈一早就这么辛苦包饺子，给我的还是独一份最好的。妈疼我，但我不能不守规矩啊。这个家妈才是最大的，所以要吃最好的东西。”我的话听得群里亲戚脸都红了，一个个恨不得举双手双脚同意。“孙姨，你这儿媳妇娶得好啊，比前面那几个好多了，你赶紧吃吧。有了沈墨，你以后终于能享上儿媳妇孝顺的福喽。”“那可不，我肯定会孝顺婆婆，我孝顺不死她。”群里人七嘴八舌，都开始夸奖我。知道真相的婆婆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到最后她没忍住，想开口说话。我抓住机会，夹了个最大的苦瓜浆饺子扔婆婆嘴里。看我妈吃得多香啊！既然妈喜欢这种馅的饺子，以后我天天做，每天都喂您吃，也欢迎各位姨和舅妈监督我啊！这话又迎来一阵好评，群里的6个老太太快把我夸出花来了。只有饭桌上坐着的3个人同时打了个寒战，都是一副吃了屎的表情。婆婆借口喝水想跑，我立刻伸手拿过杯子喂她喝。她自己也知道这饺子不是人吃的，直接混着水把饺子生吞了。那正好，她刚吃完，我就塞了第2个饺子进去。我一手端碗，一手死死按住婆婆的膝盖，就是不让她起来。婆婆被迫连吃2个饺子，脸都憋红了，眼底是淡淡的死意。活该！我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你们看，吃完饺子，我妈脸色都变好了。妈，您快张嘴，今天这些饺子我都喂给您。婆婆想狡辩2句，可刚要说话就干呕出来。我挡在她面前，对着手机上的亲戚说：“我妈最近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操心我们婚事都瘦了，再不好好吃饭，我实在是担心她的身体啊，各位也帮我劝劝吧。”群里的亲戚一听，纷纷叫嚣着，婆婆不吃完就不挂断视频了。到最后10几个苦瓜浆饺子全进了婆婆的肚子。关掉视频后，婆婆都懒得装了，一把推开我，冲到厕所就去吐。吐到最后，她一个脱力，脸差点栽进马桶里。都这样了，她还不忘回头死死瞪我。我回给她一个灿烂的笑容。战绩可查，尽管放马过来。我故意找了个借口出门，毕竟早上这一出，周家3人肯定有话要说。随便进了家咖啡店，我拿手机调出偷安在客厅里的监控。此时3人都板着脸坐沙发上，公公正在质问婆婆：“小凡都结4次婚了，你还想让他结几次？我这张老脸都快丢完了。饺子的事，我希望是最后一次，能不能好好过日子了？”赵向平也跟着说：“妈，我很喜欢沈墨，要是他受了欺负跟我离婚，那我再也不娶了，
我立刻出家。婆婆的脸都绿了，面容扭曲，好几次想开口，估计没编好理由，又闭嘴。整整沉默几分钟，她才说：“我就是看沈墨最近有点上火，才加的苦瓜。小凡你总说他手脚冰凉，我才想着加些生姜驱寒。我这都是为了他好啊，何况之前3个儿媳妇，我对哪个不好了？婆婆理由还真多。1个回合下来，我就知道她是什么人了。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的贱人。巧了，我专治这种贱人。因为苦瓜饺子的事，周家3人一连几天没胃口。可我吃得喷香，特别是看着对面吃不下饭的婆婆，我胃口大开，能吃2碗饭。毕竟不吃饱，哪有力气对付她？这事肯定没完。果然，2天后，手机上的监控发来提醒，婆婆趁家里没人，在我和老公的主卧里安上了摄像头。我不清楚她到底想干什么，但一个当婆婆的，在儿子儿媳卧室偷安摄像头，一看就没憋什么好屁。我立刻找主管请假，先去实体店买了最高清的摄像头，还带有夜视功能，干啥都能拍得清清楚楚。看监控，家里现在没人，我立刻带着安装师傅回去，把摄像头安在婆婆和公公的卧室里。不管婆婆想干什么，反正她敢用监控搞事情，我就能让她遭报应。安完摄像头，我把人送走，见时间还早，干脆在外面逛街。没想到刚买完淀粉肠，抬头就看见公公和一个陌生女人从酒店出来。我赶紧戴好口罩，压低帽檐，偷偷凑上去。公公拉着女人的手走到车前，女人扶着腰。这酒店的床太软了，躺得我腰疼。还没你家的床舒服，下次还是去你家吧。公公赶紧答应，没忍住又亲了女人一口。女人娇笑着轻拍公公胸口，2人抱着滚进车里。本来我还想一会买个西瓜吃，现在不用买了。大瓜啊！只要一想到我刚在公婆卧室安了摄像头，我就想笑，总觉得马上要爆发家庭大战，真是太刺激了。也不知道婆婆知道这一切后会是什么反应。之后的几天，每天早上我和照相屏从主卧出来时，婆婆看向我的眼神都很奇怪，带着恶意，更多的是得意，一副小人得逞的嘴脸。我每次都假装不知情，还讨好的冲婆婆笑。见她高兴，我心里更爽了。反正这几天我什么也没做，跟照相屏盖着棉被纯聊天。就算换衣服，都是去卫生间换好再出来。婆婆估计也没看摄像头，一直没发现问题，可脸上越来越得意。很快我就知道她想干什么了。1周后，我下班回家，看见5个姨、1个舅妈，加上婆婆，7张老菊花脸坐在客厅等着我。婆婆很热心招待我坐下，还说不用做饭，等会出去吃。她努力压住自己上扬的嘴角，憋着笑说：“沈墨是年轻人，估计也不喜欢听我们这些老婆子说话，还是一起看电视吧。”说完这句，她嘴都快咧到耳后根了。来了来了，这是要作妖了。果然，电视刚打开，画面炸裂的差点把我看瞎了。100寸屏幕上，一对男女正在做不可描述的运动，2人都背对摄像头，看不清样子。可我一下就猜到2人的身份，立刻垂下头不敢再看，有些太禁忌了。婆婆还在那装无辜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哪来的监控啊？咦，这不是小凡和沈墨吗？天哪，遥控器不管用了，关不掉啊！你们都别看了，
我儿子儿媳妇感情好，做这事也正常。婆婆嘴上说着不让看，可声音都发颤，快笑出声来了。她还在那自以为是评价电视上的我。沈墨，你的皮肤看起来有点皱啊，怎么还看着这么黑？你年纪轻轻，胸都快垂到肚子了，这可不行，妈下午带你去做保养。我死死抓着衣服，身体微微发抖，憋笑快憋死我了。婆婆以为我是羞的，说话更是肆无忌惮。沈墨，年轻人也要注意身体啊，都2次了，你怎么还不知满足，让小凡吃药呢？这样可不好。旁边的亲戚都跟着批判我。沈墨啊，咱们当女人的得矜持要脸，你跟个妖精似的缠着小凡一直要，没看出来你私下这么骚啊？我看以后这方面得让孙姨管着你们，必须得控制次数。还有人说，看小凡这上赶着的样子，跟偷吃似的。不得不说，他真像了。算下时间，公公马上回来，有好戏看了。这会我也知道婆婆打的什么坏主意，她想偷拍我和赵向平做那事，然后播放给亲戚看。在座的老太太都是大嘴巴，说话也没下限。私密事要是被这些人看见，再评价几句，心理素质不好的想跳楼的心都有了。这日子谁还过得下去啊？要是婆婆再借机管上我们的造人计划，那想想就崩溃。也幸好上面的人根本不是我，也不是赵向平。身后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我回头看见公公脸色铁青站在那里，旁边有个砸烂的西瓜。与此同时，电视上那对狗男女的脸也终于露了出来，一个是公公，另一个就是我上次看见的那个小三。全场寂静一片，婆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出现在我的脸上。我微笑看向她，发出灵魂拷问：妈，你这是在捉爸的奸吗？婆婆脸上第一次这么慌张无措。我不是，我以为。我心里冷笑，她以为监控拍下的是我和赵向平的房间，以为电视上的女人是我呗。我的卧室和婆婆的本就装修相似，加上我这几天故意打理，连4件套都换成跟婆婆很像的。现在2个房间从外观来看几乎没有区别，婆婆没认出来也正常。我等的就是这一天。早就说过，她敢用监控搞事情，我就让她遭报应。我直接打断婆婆的话，指着她手里的遥控器。刚才我一下班，您就拉我看电视。妈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爸出轨的事了？今天特地叫来姨姨和舅妈，一起帮你出口气。公公听到这个，看婆婆的眼神恨不得当场撕了她。大姨也恍然大悟，她一拍大腿：孙姨，这种大事你早说啊，咱们姐妹里怎么就出了你这个软柿子？心疼完婆婆，她转头就开始骂公公：赵大陆，你真是饿了，什么都吃得下，那老女人的皮都皱成苦瓜了，你还跟个哈巴狗似的在那舔。吃了药才5分钟2次，那小三找你也是倒霉。公公已经气红温了，偏偏他什么都没法说，毕竟电视上还在播放他的运动视频。我看见他的眼底全是绝望，还有对婆婆的滔天恨意。公公上前抢过遥控器，把电视关上，拽着婆婆的胳膊就往书房拉。我也很懂事的把大姨们都打发走。送他们到电梯口时，我故意说：姨姨舅妈，今天的事你们一定要保密啊，我爸肯定不想传出去。至于我妈，她也是不想让你们担心，就当今天什么都没发生吧。几个姨舅妈互相对视几眼，看那邪恶的小眼神，我就知道计划成了。
果然，第二天，公公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接电话，隔着老远，我都听见电话里的谩骂声，全是骂他出轨，眼光还不好的。我赶紧跑出家门，在楼道里嗑瓜子，看客厅监控，看见公公气得扇了婆婆一巴掌：“孙姨，你他妈冲我装什么啊？知道老子为什么出轨吗？就是受不了你这个装货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赵向平之前那3个老婆就是被你欺负走的。你不就是想让这个家永远以你为中心，不能有人撼动你的地位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后手别伸这么长，再敢管老子的事，我就休了你！”公公离开后，婆婆坐在地上使劲捶沙发，咬着牙一遍遍喊我的名字，那架势是真把我当仇人了。都2次了，她还不吃教训，又想对付我。事情发展到这份上，估计下次就是憋大招了。既然如此，也该我出手了。我花重金买了几个广场舞音响，分给小区里跳广场舞的老太太们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我更高兴。那些音响到时可是能派上大用场。这次我请全小区吃瓜。自从出轨事件后，公公很少回家，婆婆也变得沉默，可她总是会盯着我看。好几次突然冲到我面前，刚想说话，赵向平又碰巧回家，他只能作罢。这天，赵向平出差，我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家里只有我和婆婆2个人。婆婆直接过来，连句话都不说，抢了我的手机就关机了。全程我没有任何反抗。谁说只有手机才能录音收音的？婆婆居高临下瞪着我，脸上都是恨意。沈墨，赢了我2次，你很得意吧？她冷笑一声。你以为和赵向平领了证，你俩就真能过一辈子了吗？我能让他离婚3次，就能离第4次。到时我保证你名声坏透，再也嫁不出去。我低头掩盖住眼底的冷意，假装害怕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是开玩笑对吧？婆婆昂着下巴瞥了我一眼。赵向平的3个前妻，到现在一个都没嫁出去，就连本地的红娘公司都不做他们的生意，因为一个不孝顺婆婆被离婚的儿媳妇就是个没人要的垃圾。可实际上，他们3个都很孝顺，变成这样是我做的。可能是婆婆这会气狠了，也可能是为了让我害怕。她把怎么欺负3任儿媳妇的事全说了出来。第1任儿媳林晓东怀孕后，婆婆给她炖汤补身体，哄着她把1碗肉汤吃光，婆婆才告诉对方真相。这肉是林晓东养了8年的爱犬，精心喂养的狗和市场的肉狗就是不一样，真好吃。儿媳妇你也多吃点，说不定这狗还能投胎到你肚子，当你儿子呢。婆婆为了证明她说的话，把杀狗的视频给林晓东看。林晓东当场崩溃，伸手想打婆婆，可脚下一滑，摔到地上流产了。这是被婆婆传出去成了。林晓东怀孕，因为婆婆炖汤不好喝，就发脾气，自己撞没了肚子。第2任儿媳程北芝是单亲家庭，没有爸爸。婆婆借着关心程北芝，趁机扑人家，说其实赵向平很介意她没爸爸。程北芝哪里做的让婆婆不如意，婆婆就说都是因为她没有爸爸教才会这样。长期言语打压，让程北芝越来越乖巧听话。赵向平都有点喜欢了，几次在婆婆面前偏向程北芝，婆婆不乐意了，就放大招。她随便找了件程北芝身上的好事，说给她庆祝，故意选在程北芝爸爸忌日这天，带着程北芝去 KTV 唱《今天是个好日子》。
话里话外用没爸爸这事刺激程北之。程北之气得当场骂婆婆：“你真恶心！”可等离婚后，被婆婆传出来的事，婆婆好心给程北之庆祝，就因为没买金镯子，程北之嫌弃一世廉价，大骂婆婆是畜生。第3任儿媳孟星瑶也是真惨，婆婆故意跟对方套近乎，还说不做婆媳做好朋友。她经常跟孟星瑶谈心，孟星瑶单纯，真信了婆婆，把自己最大的秘密告诉婆婆。孟星瑶上学的时候生病，吃的药里有激素，她变成胖子。因为这个被同学霸凌欺负，还按着她的头喝厕所水。孟星瑶好不容易准备放下过去，可婆婆私下里把这事告诉了所有人，包括周家的亲戚，还有孟星瑶的同事和朋友。孟星瑶社死，受不了打击，抑郁症复发。婆婆还动不动在孟星瑶面前提霸凌的事。有次孟星瑶实在受不了，在婆婆面前动了刀子，不过刀尖是朝向她自己的。可等离婚后传出来的事，孟星瑶想杀婆婆，所以婆婆是真贱啊。3件事听得我火大，甚至后悔前面对婆婆下手轻了。炖狗那个，我5个前婆婆里有1个也用这招对付过我。前婆婆把我养了很久的宠物兔子做成麻辣兔肉，还故意等我吃完才告诉我。我并没有怪她，只是偷偷又买了只一样的兔子。等半夜前婆婆起床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就把兔子放出来。那天晚上，前婆婆的惨叫声，半个小区都听见了。这事没完，前婆婆晚上吓得睡不着，只能白天睡。我就趁她午睡的时候，把兔子放她床上。前婆婆睡着，感觉胸口压得难受，睁开眼是一张放大的兔子脸，她吓得都喊不出声来了，直接晕过去。之后她非说家里有鬼，请了不少道士，不到半个月就暴瘦10斤。也是从那时候，我立志当这些恶婆婆的报应，一个也不放过。婆婆一张老脸猛地凑到我眼前，吓我一跳。她声音阴森森的：“沈墨，他们3个没惹我，我都能让他们毁了名声。你坑了我2次，这次我让你死。”耳边是死字的回音。婆婆愣了下，以为是自己说话声音大才有回音，并没当回事。她没有发现外面广场舞音乐早就停了，其实现在整个小区都回荡着她说话的声音。刚才所有话，全小区人都听见了。我看向婆婆身后的阳台，对面楼上耳背的庞小眼婆婆，这会都打开窗户四处张望。婆婆她啊，要出名了。婆婆还没反应过来外面到底发生什么，她继续威胁我。现在我老公出轨，已经3天没回家，以后我只有照相屏了。我不允许再有人跟我抢他。沈墨，你说儿媳妇为了争宠，逼着婆婆跳楼，能不能让赵向平跟你离婚啊？听说今天附近还有新闻采访，到时候你上了电视，所有人都认识你。这辈子你别想嫁出去。说完，他转身冲到阳台，一条腿搭在栏杆上，回头大声冲我喊：沈墨，要是只有我死，你才能好好对我儿子，那我就去死吧。说着做事往栏杆外面爬。我慢慢走近婆婆，脸上假装害怕。婆婆冷笑：今天我可死不了，但是沈墨你死定了。此时我们俩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婆婆回荡在小区里的声音也越来越大：你死定了，死定了。听着一阵阵回音，婆婆终于反应过来哪里不对劲。她从栏杆上下来，还想往屋里躲。我直接拦住她，根本不给她反悔的机会，放声大喊：
快来人啊！我婆婆要跳楼了！妈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你下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这次我的声音更大，别说我们小区，估计隔壁小区都听到了。对面楼站在阳台上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。婆婆一张老脸苍白成纸，吓得瘫坐到地上。好几次她闭上眼睛，估计想逃避现实死一下。楼下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太太都来了。领舞的贺大花奶奶拿着喇叭朝婆婆大喊：孙姨，你不是想污蔑你儿媳妇闹自杀吗？那就跳吧，你今天要是真敢跳下去，你儿媳妇肯定就嫁不出去了，快跳啊！另一个人拿过喇叭：老东西，刚才你给你儿媳妇说的话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你不是想要记者吗？我们帮你请过来了。人家记者跟我们一样，所有的话都听见了，到时候保证如实报道你怎么欺负4个儿媳妇的事，让全国人都知道你这个恶婆婆。婆婆这才看见楼下那个对准她的摄像机，尖叫一声，晕倒了。婆婆因为情绪激动，加上过度惊吓，高血压犯了，还引起一些并发症，喜提住院。她醒来时看见照相屏，下意识撒谎：儿子，沈墨只是对我说话重了点，妈没事的，你回去千万别怪他。都到这份上了，他还想着挑唆我和照相屏的感情，自以为这个理由很完美，根本没发现照相屏越来越黑的脸色。照相屏气得甩开婆婆的手：妈，你别装了，你和我老婆说的话，我在楼下都听见了。真没想到你这么坏，你让我感到恶心。婆婆身后的仪器显示她血压飙升，都发警报了。我站在角落，靠着墙，默默看婆婆的笑话。其实我早就知道照相屏出差前要回家一趟，不然我怎么会待在家里给婆婆机会呢？照相屏走过来，一脸深情拉起我的手：老婆，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人，以后我会加倍对你好，补偿你。婆婆被刺激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她一脸受伤：儿子，我……照相屏直接打断她：妈，别再让我2选1了，就算选，我也会选沈墨。你要是受不了，就去住养老院，反正现在家里也没人欢迎你。婆婆捂着心脏，浑身颤抖，重重倒在床上。照相屏连眼皮也没抬一下。门口传来动静，来人说了声：我同意。是公公。他板着脸走进病房，站在婆婆身旁：孙姨，现在全小区都知道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了，老子的脸算是丢尽了。我回家一趟，被人看了一路的笑话，那些人还说我能娶你，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公公拿出手机，举到婆婆眼前：看见咱家门口这3个锦旗没？是你之前那3个儿媳妇家里送来的，人家专门感谢你，又蠢又坏，自曝自己干的丑事，还了人家的清白，还说等他们结婚再给你发请帖呢，你可是大恩人。公公胳膊上的青筋暴起：孙姨，你给老子睁眼看锦旗上的字，恶有恶报，你的报应来了，现在就是你的报应。我立刻拿起身边的遥控器，打开电视，让婆婆全面感受她的报应。调到本地新闻频道，恰好在报道婆婆的事。此时安静的病房里，记者说话的声音格外清晰。婆婆为了折腾儿媳假跳楼，小区广场舞音响现场直播，揭露背后真相。电视上，婆婆正假模假样爬栏杆，脚始终踩在最下面那一格，保证自己掉不下去。她脸上是奸计得逞的胜利笑容，怎么看都贱兮兮的。此时再看病床上的婆婆，面如死灰，
一直掉眼泪，看我的眼神都凶不起来了。住院的这几天，婆婆一直很安静，不跟任何人说话。直到赵向平去给她办出院手续的时候，她突然拉住我：“沈墨，我不会让赵向平跟你离婚了，我同意你做我的儿媳妇。”可她脸上的笑怎么看都很怪异，绝对没好事。果然，婆婆下一句说的是：“现在我是你婆婆，我生病了，你必须要照顾我。回去我就让你辞职，以后你就在我身边伺候一辈子吧。”她边说边笑，就好像这是一个能收拾我的绝妙主意。既然你是赵向平媳妇，那我就是你妈。别管我之前怎么对你，孝顺自己妈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回去我就天天直播你照顾我，照顾不好让人网暴你。我脸上表情不变，还乖巧应了句：“都听妈的。”这下婆婆笑不出来了，她怪异看了我好一会，才重新鼓起勇气，继续嘴硬：“这次不管怎么样，我肯定能收拾你。我辈分大你一级，一个孝字就能永远把你踩在脚底下。”这话真说对了，辈分大一级，当长辈就是了不起。所以我把婆婆的婆婆吴凤也接回来了。她这会应该已经到家了，就让老公奶奶来结束这一切吧。估计这回婆婆真得气改嫁了。婆婆对此毫不知情。刚进家门，我蹲下换鞋的时候，她就迫不及待把脚伸我面前：“沈墨，赶紧跪下给我换拖鞋。”客厅里突然传来动静，一个矫健的老太太冲过来，下一秒大耳刮子就扇婆婆脸上了。“老贱人，谁给你的胆子敢欺负我孙媳妇？”说着，她又打了婆婆一巴掌。“我不在你反了天了，还想抓我儿子奸？今天老娘就把你脑子里的废水删出去，省得你不知道这个家谁是大小王。”我起身的时候，看见婆婆的脸已经肿成猪头了，她那张老脸上巴掌印泛红凸起，怎么看都很搞笑。婆婆受不住打，捂着脸开始躲，还趁机拿出一本病历：“妈，我现在有病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”老公奶奶撇着嘴，使劲翻了个大白眼：“一天天的瞎矫情，要是没治好你能出院。”说完，抬手又给了婆婆一巴掌，还从身后掏出5本病历：“看清楚，老娘也有病，你这个当儿媳妇的必须得照顾好我。我已经搬进来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家里的活都是你的。你还得把我孙媳妇沈墨伺候好，她要备孕，等我80大寿，给我生个重孙子抱呢。”婆婆面容扭曲，刚想说话，奶奶又扇了她一巴掌：“孙姨，以后你要再敢整些有的没的，我就让赵大陆跟你离婚。到时候我也学你，出去使劲败坏你的名声，保证没一个老头会要你。你就等着捡垃圾饿死吧。”耳边全是奶奶骂婆婆的声音，听得我浑身舒畅。我进屋坐在沙发上，抚摸着平坦的肚子：“妈，我渴了，要喝45度的水，太冷太烫对孩子不好。”婆婆站在原地不动，奶奶一巴掌就把她扇进身后的厨房：“还不快去，我看你就是欠抽。”婆婆红着眼，幽怨地看向赵向平：“你就看着你妈这么被欺负吗？赵向平，你是我儿子，我们才应该是最亲近的。”赵向平赶紧站到我身旁，表明立场：“妈，你少说这种话，你这么坏，没人跟你是一边的。”我使劲看向天花板，不能笑，千万不能笑出来。这时，公公带着小三朱小黎上门了：“妈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我带朱小黎来看看你。”朱小黎最善良了，跟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不一样。
婆婆突然开始抓扯自己的头发，受不了你们了，我要离婚，我要改嫁，我不伺候了，今天先干死你个臭婊子！说着，她就扑过去打小三。公公想要护住小三，被婆婆一起揍了。赵大陆，你怎么好意思说我的？你都出轨了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不好过，都别想好过，给我死！他伸着长指甲，挠到公公脸上，这可把奶奶心疼坏了，嚎叫着扑过去，想保护自己儿子，也被婆婆揍了。4个人打成一团，都最后是敌是友都不管了，只一味的攻击。4人的脸上身上都添了不少伤口。赵向平给我拿来话梅味的瓜子嗑，算他贴心。婆婆打架可比任何电视剧都好看。我瓜子吃得正香，眼前又冒出一堆存折和卡，最下面压着的是几本房产证。赵向平坐到我身边，现在我家这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是我所有的钱，以后都给你，随便花。房子我周一带你去过户，以后这里是你的房子，谁也不能赶你走。这个家，你是最大的。我放下瓜子，赶紧收下这些意外之喜。至于和赵向平的以后，我从来没有患得患失。我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也有养活自己的实力。第2天，公公和婆婆俩人骂骂咧咧去民政局办离婚了。我和赵向平也从家里搬出来，开始我们自己的小日子，没有恶婆婆的好日子。接下来，请收听第2个故事。我给老公送午餐，听见他跟同事抱怨，吃我的用我的，1分钱不赚，整天在家享福。要不是看在孩子还小，我早就跟他离婚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，怎么都无法把人人称赞好男人的老公，跟办公室里一脸不耐的他联系在一起。可事实证明，这就是同一个人。我的心狠狠地揪在一起，但他还在吐槽，你都不知道，每天早上看到他穿着睡衣，顶着乱糟糟的头发给我做早餐，我有多恶心。说不定刚刚那双手还给孩子换过尿布。我也不知道以前看着挺时髦的，怎么现在邋遢成这样，多看一眼都想吐。我的拳头越捏越紧，有那么一瞬间想冲进去，把午餐全都甩他脸上，再揪住他的衣领，狠狠甩几个巴掌。还没来得及把想法付诸行动，秘书抬头时看到了我，立马提高音调：嫂子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？赵向平的脸色微微一僵，有些窘迫，但很快就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模样，不耐烦地问：是啊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我捏着保温盒，深呼吸一口气，狠狠扔在他面前，转身离开。身后响起秘书的声音：赵总，你赶紧去轰轰吧，嫂子好像真生气了。离开公司的时候，赵向平的声音还响在耳畔：生气就生气，不用管他，一会儿自己就好了。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家庭主妇，离了我，她只能出去讨饭。我和赵向平是朋友介绍认识的，2人年龄相仿，都是进入职场没2年的人，对生活对工作充满了憧憬。我崇拜他侃侃而谈，他欣赏我优雅干练且有自己的目标。相互欣赏的2个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接下来双方父母见面，谈婚论嫁，一起装修婚房，一点点布置我们的小家。但一切都从生完孩子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生完孩子后，敷衍着伺候完月子的婆婆就撒手不管，声称自己身体不好，随时有可能因为劳累而瘫痪。权衡利弊后，赵向平搂着我的腰许愿：老婆，要不你辞职在家带孩子吧，工作那么累，
女儿还小，请个保姆价格贵不说，你也不放心是不是？我努力工作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和照顾我们的女儿，怎么样？”那时候的我大概脑子里进了太多水，答应了他的提议。产假结束没几天，就去公司递了辞职报告。接下来1年多时间里，我失去了自己，全部身心都围着孩子老公转，被孩子的哭闹弄到歇斯底里，也因孩子的笑，忘掉了所有的痛苦和烦躁。我以为自己是幸福且成功的，但现在看来，全是一场笑话。我成了他口中多看一眼就想吐，离开他只能去讨饭的蠢妇。回到家，屋子里乱成一团。1岁半的女儿坐在地板上哭，婆婆随意丢弃的袜子和孩子的奶瓶滚在一起，玩具丢得到处都是。见我回来，婆婆立马开始控诉：“你女儿一点也不乖，爱哭。还是男孩好，皮实听话，趁他小你赶紧再生个，2个孩子一起拉扯大，后面就省心了。”我冷笑，早知现在，别说生孩子，我连婚都不想结。婆婆还在叨叨：“你赶紧哄哄，然后带她去打疫苗。”真是吵死了，年纪大的人听不得一点吵，脑壳都要炸了。婆婆说完，往沙发上一躺。我冷着脸没有说话，而是去检查女儿是不是哪里不舒服。看样子我走后的1个多小时，让她冲的奶粉没有冲。女儿平时很乖，大概是因为女儿喝了一肚子水，导致尿不湿，因为尿太多鼓成球，坠得孩子不舒服才哭的。换完尿不湿，小丫头抱着我的脖子还在抽泣，小小的身板一抖一抖的。我内心所有的愤怒，终究还是因为女儿而无法发作，只是把碰到袜子的奶瓶扔进垃圾桶，在婆婆又一次指责下，换了新奶瓶喂了点，抱着女儿出门。离婚后，我无所谓是睡大街还是讨饭，唯一担心的是女儿该怎么办。她还小，连哪里不舒服都没办法讲清楚。排队打完疫苗，已经是下午了。期间，我想过无数次可能，比如等赵向平回来，我像小说里的女主角那样，霸气地把离婚协议甩到他脸上。可之后呢？争夺到女儿的抚养权，没有收入的我，该怎么带着她生活？况且这样做，对男人几乎没有任何损失，他们会很快组建新的家庭，继续其乐融融。我必须做最好最完美的打算。如往常那样，赵向平下班后拉着一张脸躺在沙发上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模样。婆婆笑盈盈开口：“儿子，今天累坏了吧？不像有些人就在家带个孩子享清福，屋子里还弄得跟猪窝一样。你看，人家今天连饭都没有做。”我放下手机回了句：“我点了外卖，快到了。”赵向平看向我，皱着眉头：“外卖不好，这样晚上带你们出去吃。”我拒绝：“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”赵向平瞬间爆发，扯着嗓子问了句：“我说沉默，你有完没完？不就是跟同事说了2句，我有说错吗？你就在家带个孩子，照顾好咱妈，什么心不用你操，也不缺你吃喝，还不知足，真把自己当小姑娘，矫情起来了。”一句话让我的心寒到了极点，怀里的女儿也被他吓得呜呜哭泣。我想跟他一样咆哮，我也想跟他大吵一架，可女儿是无辜的，她一双含泪的眼睛无措地看着我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可笑的是，在旁边沙发坐着的婆婆，一副看热闹的嘴脸。这个家待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一边拍拍女儿，一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问：“赵向平，我说什么了，让你这样大呼小叫？只是不出去吃个饭，
我有错吗？似乎是意识到我的话没错，她一把拿过沙发上的外套，冲婆婆开口：“不去就不去，妈，咱们走。”母子两人出了门，婆婆还在抱怨，打出来的婆娘揉出来的面可不能太惯着。你看看她都成什么样了。我知道现在硬杠还不是时候。面对婆婆的话，我只能默默记在心里，佯装没有听见。等母子俩离开后，我开始查附近的托儿所。好在住大城市，托儿所这种机构并不算少。我很快就确定了3家，打电话预约，明天带女儿过去看看。赵向平回来的时候一身酒气，婆婆把2人吃剩下的打包回来放在餐桌上，又开始数落：“瞧瞧向平对你多好，出去吃饭还不忘给你打包回来。你就安心在这个家把孩子带好，早点给我们赵家生个大胖儿子，可比什么都强。”看着他趾高气扬的模样，估计是真把自己当太后了。我没搭理他，而是去哄女儿睡觉。因为喝了酒，赵向平上了床，倒头就睡，可我却怎么都睡不着。查看工作，编辑简历，把所有自认为能够胜任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。做完一切，已经凌晨1点了。婆婆喜欢去外面吃早餐，跳广场舞，跟大爷大妈打麻将。4日她前脚出去，后脚我带着女儿也出去了。简单的吃了顿早餐，便去看托儿所。再三考量，终于选定了一家性价比最高的。只是托儿所的费用并不便宜，我找的这家只是普通的一家，每月的费用也在4000以上了。好在这1年的时间里，赵向平每个月都给我一定的生活费，但我还是抠抠搜搜，偷偷攒了上万块。交完托费，当天就把孩子送进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女儿哭得很大声，但我知道这个时候不放手，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有专业的老师一定能安抚好她。女儿的事情处理完，面试电话也陆陆续续打过来，只可惜一连面了好几家，有2个直接以我在职场断层1年多为借口婉拒。这一刻，我深深感受到了辞职做全职主妇到底是多么错误的决定。剩下的公司，我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。等面完所有公司，已经下午4点多了。约莫时间差不多，我去了女儿所在的托班看她。小家伙不哭了，在老师的精心照料下玩玩具、做游戏，笑容很灿烂。温馨的一幕让我彻底安心。接回女儿，顺带买了菜。大概是今天心情好，连做饭这种事都觉得充满了希望。只是饭桌上还没吃2口，面试电话又来了。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我立马起身走进卧室，关上门接电话。约好面试时间，回头却看到赵向平站在门口，冷眼看着我。还没说话，他已经冷声质问：“面试？你出去找工作了？”我把手机放进口袋，面不改色地回应：“是。”甚至还没来得及多说一个字，他讥讽地笑起来。沉默，不是我打击你，就你这形象，谁要你啊？还有，你都1年多时间不工作了，哪个公司会放着年轻漂亮、刚毕业薪酬又低的小姑娘，要你这个黄脸婆？我攥着拳头，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况且我已经约了好几家面试。婆婆也听到了，跟着在外面吆喝：“你去上班了，孩子怎么弄？”我岁数大了，管不了。我看向平说的就对，好好在家带孩子，比什么都重要，别整天瞎折腾。我早就猜到他们会这样，可在面对的时候还是承受不住。我也笑了，从卧室走出去，猛地冷起脸，一把掀翻了桌子。
伴随着噼里啪啦一阵响，我也开始质问：赵向平，是谁他妈说我1分钱不赚，只知道在家享福的？我现在要出去工作，你又开始打击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这次女儿被我吓得嚎啕大哭，尽管心疼得要死，也只能无动于衷。我知道，我必须忍，必须这么做，才能让他们知道我心意已决。赵向平似乎没想到，一向温顺的像只猫一样的我，居然还会做出这样的举动。婆婆跟着数落我，假惺惺抱着女儿安慰：好好吃个饭，你看你都干了什么？小满都被你吓哭了，还有没有个当妈的样？我没搭理她，继续开口，只不过这次语气平缓了很多。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，帮我必须上。至于孩子的问题，你们都不用管，求人也好，带着上班也罢，我会安排好。况且你一个人赚钱养家太累，孩子要不了多久就能上幼儿园，我早点出来赚钱，补贴家用，难道不好吗？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，这种伎俩我也会。果然，赵向平的脸色好了不少。他点点头，行，你想咋样就咋样，按你想的来，多大点事吗？其实当初之所以敢辞职，是因为赵向平升职加薪，甚至前不久还做到了副总的位置。养家糊口不成问题，但在大城市养活一家老小谈不上多富足，也绝对不到可以大手大脚花钱的程度。回想当初我在职场，其实一样混得如鱼得水。我学的是商务英语，毕业就在一家外企做家具销售。公司不大，虽然我做得好，薪酬不低，可晋升空间有限，这也是我想辞职的原因之一。现在是时候重新把这碗饭端起来了。有了赵向平点头，我开始光明正大地准备面试工作。孩子交给他们母子俩，而我则在书房闷起头学习。中途出去倒水，听到母子俩又在房间嘀咕。婆婆问：你还真就让他出去上班啊？孩子还这么小。再说了，跟我相好的几个姐妹，人家都有大胖孙子抱，就我没有。每次打电话过来问，我老脸真是一点都挂不住。依我看，你就该趁着孩子小，他也年轻，再生个大胖小子。赵向平笑得轻松，妈，你就甭管他了，让他折腾去。现在年轻小姑娘都不好找工作，何况他。你看好了，折腾不了2天，他还是得赶回家带孩子。我垂着眸，不动声色地倒完水，回到书房。他们说错了，我根本不是在折腾。想到明天还有一份我最心仪的工作要面试，我很快又进入了备战当中。那家公司虽然同样是家具销售，可公司规模大，晋升空间大，面试的人也多。我可以以新人的待遇入职，但面试时想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，就必须有自己的出众之处。在掌握了这家公司情况后，我又联系了之前上班时关系比较好的同事，浅谈了一下当前市场。做完一切准备再休息，又到了凌晨1点多。这次我志在必得。如果前几次面试是热身工作，那么今天的面试就算热身成功。昨天的我在店里面试时还会紧张冒汗，甚至用英语对答时都不怎么流利。可接连面试几次后，我已经找回了昔日的自信，不管面对的是一个还是几个面试官，都能够侃侃而谈。尤其是这家心仪的公司面试中，我对答如流，引得面试官频频颔首。对方在看了我的薪资要求之后，略显惊讶，用英语询问我：以你的资历可以要更高的薪酬，为什么选择跟职场新人一样的底薪？我把自己的情况如实说出来，最后告诉他们，底薪并不是我追求的，
我追求的是薪水的上限。我相信，只要我有足够的能力，且给公司证明了我的确有能力后，公司会给予我绝对公平、优渥的待遇。用我们中国的话，通俗来解释，伯乐需要千里马，千里马同样需要能慧眼识珠的伯乐。我需要这个让我发光的机会。回答完毕，几个面试官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，不仅仅是脱离那个让我发疯的婚姻的第一步，还有我的人生。今天晚上回家，看到我表现很平静的赵向平，心情大好，调侃了一句：“怎么样？是不是被人家刷下来了？”我都说过，现在职场可不比你当初面对的职场，经济形势不好，各个公司裁员都来不及。我正想反驳，手机震动起来了，看了下来电显示，心差点跳出嗓子眼了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，示意他不要出声，然后接通了电话。接通后，那头传来了甜美且纯正的英语：“陈女士是吧？恭喜您面试成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明天能来公司报到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挂断电话，再看看赵向平的脸色，像吃了只苍蝇似的。我看向他，挑挑眉：“面试成功了，明天就可以入职。”他终于想起女儿，那小满。小满送到托班去了，我去看过，他已经完全适应那里的环境了。他尴尬地挠挠头皮，那就好。或许是运气好，无论是面试还是入职都很顺利。当然，除了第一天对工作环境有些陌生，耳畔是同事跟顾客侃侃而谈的熟悉语调。我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随时准备迎接前来选购的外籍顾客。即便我精心化了妆，跟身边的小姑娘相比较，面容略显苍老憔悴的我，还是有点格格不入。这让我更加下定决心，好好管理自己的身材以及容貌。很快，一对中年夫妇四下打量一番，将目光锁定了我。有效沟通后，夫妇俩当即拿下了我入职后的第一单。顾客离开前，特意说了句：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你是我应该相信的。对了，是眼睛，你的眼睛有清澈的真诚。”我连连道谢。只有我知道，眼里的清澈是我对未来的希望，是我人生的光。接连上了几天班，我都在下班时间接小满回家。此前赵向平从来都没有问过孩子托费的问题。这天下午下班，他破例问了一句：“前几天一直忙，没来得及问小满的事。孩子送去托班，一个月得多少钱？”我早就知道会有这天，便如实回答：“全托总共是4200块，我报的是全托，回来刚好能接孩子。”赵向平嘶了一声：“4200块，这么贵？你工资多少？”我底薪3800，如果加上提成。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已经拔高了音量：“什么？4200块？不是我说，不赚钱的人天天想着怎么花钱，也不知道4200块多难挣。就我打听来的，外面上个班一个月也才3000多吧。辞职，赶紧辞职！实在不行，你把这钱给我。”我笑了笑：“妈，当初让你帮忙带孩子，是你说腰酸背疼要累成瘫痪。现在我钱都交了，说这话迟了吧？”一句话让婆婆哑口无言，反倒是赵向平接下了刚刚的话题。或许是看我态度坚决，没再提让我辞职的事，拿出手机给我转了4000块。钱你是问娘家拿的吗？咱们的钱你也知道，大额都存了定期，我手头就这一点，你拿去先给还了。等下个月发工资，我再给你转。
我直接点接受，这些钱是他该出的，不拿白不拿。因为早出晚归，回来也多是继续给自己充电，模拟各种工作场所会遇到的场景，练习口语交际以及表达，努力做到用顾客的思维去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。所以没有太多时间跟婆婆纠缠。虽然忙碌，但比起之前的鸡毛满天飞，现在充实极了。很多时候婆婆都会抱怨，说在家整理家务太累，我只当听而不见。孩子她也就看2-3个小时，有我在身边，她也不会对孩子做太过分的事。至于赵向平，虽然开始会叨叨，但后来归于沉默。我也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，从前赵向平一样会加班，但多数加班回来都是打游戏。如今加班回来，只会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聊手机。凭借女人的第六感，我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。可无论发生了什么，都不会动摇我向前走的脚步和决心。我只会努力加快自己的步伐，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我的目的地。就这样，短短时间内，我又拿下了几单，被公司的其他同事称为拼命三娘。工作后第1个月的工资，底薪加上提成，居然破万了。看到工资条，我激动地躲在卫生间，久久不能平复自己。甚至主管也特意找我谈话，表示他很看好我，希望我好好努力。回到家后，我并没有把这个喜悦分享出去。婆婆看电视，看的是女儿不感兴趣的内容，所以她在一旁玩玩具。老公依旧躺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手机不停点。我站在那里凝视了几秒，突然发现这个男人也不过如此。中年发福，尤其是往沙发上一窝，啤酒肚高高耸起。头发不如之前的浓密，变得稀疏起来，皮肤粗糙，脸上泛着油光，笑的时候格外油腻。我突然想到了他说过我的话，光是看到就觉得恶心。原来2个曾经那么相爱的人不爱了，并非因为有第三者，也有可能是不能同频，从最初的崇拜演变为憎恶。等到这个时候，什么第三者不第三者，反而会变成我的垫脚石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另一个机会要先一步到来。这天主管找到我，语重心长地说了半个多小时。说完不忘了满脸愧疚，现在的小姑娘多数是娇生惯养的，再加上经验不足，上面又要外派一个人去欧洲谈订单。你也看到了，他们虽然个个都出色，但没有一个有出国谈订单的经历。这批新人只有你有过，所以我这边想问问你能不能去。当然我也知道你孩子小，可这是一次机会，上面决定了，如果任务完成，升职加薪不是问题。我比谁都清楚这次谈话的意义，当即表示完全没问题。主管也很惊讶，真的吗？这次出发要半个月左右，你要考虑清楚。我点点头，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。当天下午回家，我解释了这次机会的重要性。婆婆一听能升职加薪，当即表示孩子她能搞定。这和之前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至于赵向平，多一个人赚钱养家糊口，况且也没有给他造成什么烦恼，对此没有任何意见。收拾好行李，我很快就出发了。预计半个月的行程，我提前了3天，甚至比公司原计划完成的目标超额许多。提前1天回国去公司报到，安排好后续事宜，主管让我回家先好好休息倒时差。我并没有回去休息，而是去了赵向平的公司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下班等在楼下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年轻女人钻进车里，2个人驱车直达酒店。
我有点恶心，只是拍了2个人的亲密照当作证据，转而去做了 SPA 缓解疲劳，去了趟美容院，还给自己办了张健身卡。做完这一切回到家，房门打开的一瞬间，原本正说着什么的母子俩立马闭上嘴巴。赵向平吓得站起来，意识到有点不对，才又坐下。看到我，搓着手笑笑，不是说还有2天吗？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我放下行李箱，抱着小满亲了又亲，解释道：任务提前完成，就先回来了。对了，饭我吃过了。接着又进了房间，继续跟之前联系的律师咨询离婚相关问题。这天夜里，赵向平的态度极其卑微，一脸讨好的看着我笑：老婆，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。我是多一眼都不想看到他，拿着一沓资料敷衍：什么事你快说。说完我好继续学习东西了。他继续陪笑：我知道我老婆现在能干，我那个工作干了这么多年，还没什么起色，也就一个小小的副总，职位上去了，工资不见涨，我想辞职。闻言，我盯着他看：辞职？下家找好了，还是有人挖你？他如实回答：都没有，不过你放心，以你老公我的能力，再换一家也是领导级别的。我本来还想说些什么，但一想到他很快就是前夫，便什么都无所谓了。我点点头：你自己想清楚那就好，几十岁的人了，用不着我给你做决定。实在是拿不准，问问你妈的意见吧。我在心里冷笑，反正你也是妈宝男，以后后悔要怨就怨你妈吧。赵向平一听，立马上道：好嘞，我老婆最好了。我抱起资料站起来，再次去了书房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赵向平第2天就窝在家里了，并没有像他口中说的那样出去找工作面试之类的，反而在家里打游戏聊微信。一开始看到我回来，还会挪一下屁股，到最后连屁股都不挪，顶着油到贴头皮的头发，一副混吃等死的嘴脸。只有婆婆看到我回来，假惺惺地笑着提醒一句：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向平的工作不好找，你们也别太着急。对了，向平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昨天那家请你过去，你嫌工资低，咱就再等2天。我知道这话是说给我听的，但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。上班半年多，升职加薪，脚跟站稳，证据也掌握齐全。这下轮到我出招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没等我出手，有人已经按捺不住了。上班的时候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弹出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点开来看，是一张 B 超单，除此之外，还发了一条消息：我怀孕了，孩子是你老公赵向平的。他善良又老实，念着你们有几年夫妻情分，一直拖着没告诉你。如果你不想闹得太难堪，就跟他离婚。我并没有回复，而是默默把手机又揣回兜里。从这条消息里不难看出，小三应该是逼过赵向平离婚的，但他把责任推到了我头上，以至于小三气不过，直接找上了我。有了这个缺口，我知道剩下的牌该怎么打得更好了。回到家，我直接把短信呈给赵向平看，然后劈头盖脸一顿骂：赵向平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畜生！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小满，对得起这个家吗？看到消息的他当场发誓：老婆，我承认都是我一时糊涂犯了错，我保证会处理好这件事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冷笑了一下：给你一点时间处理？怎么处理？人家都怀了你的孩子，难道你让人家小姑娘把肚子里的孩子？赵向平，我们离婚吧！赵向平瞬间暴怒：离婚？我告诉你，
想都不要想。我知道了，你现在看我落魄，早就想离婚了，对吧？我狠狠一巴掌扇过去，你能不能有点良心？到底是你犯错在先还是我？是你出轨，是你对不起我，人家小姑娘都找到我这里来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好了，不要再烦我了，工作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，我不想再为这些事苦恼。婆婆在身后追着喊，向平就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除开这点，有哪里对不起你？生了孩子就养活你，现在你上班也没阻止，还好吃好喝伺候。我对回去，找个免费保姆叫养活。如果不是我现在工作有能力养家，你们会是这个态度？说白了，婆家人态度的转变，全是由女人的家庭地位决定的。我摔了门，直接进书房，锁上门的一刹那，看着刚刚录的音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这个开场真的好，我的好日子指日可待。第二天午休时间，我约了小三见面。对方除了年轻，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不等他冲我叫嚣，我反手把昨天我跟赵向平的录音播放出来。听完的他瞬间愣住。我开始给他洗脑：姐妹，你也听到了，是他不想离婚，而不是我。如果你跟他是真爱，我不介意退出，你想从我这里下手，明显行不通。但我可以帮你出点主意。小三惊呆了，好一会儿才问：你为什么这么帮我？我反问他：如果是你，面对一个不爱你的男人，你又会怎么做？没有爱情的婚姻，犹如行尸走肉。听到爱这个字，小三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起来。行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并没有直接点名告诉他该怎么做，而是告诉他婆婆如何重男轻女，不喜欢我生的女儿。再告诉他赵向平极其好面子，如果事情不闹大，他会一直拖下去，而他肚子里的孩子不能再拖了。说完这些，我淡淡开口：其实我也不算支什么招，只是把家里的情况全都告诉给你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会想得到。离开的时候，小三喊住了我：你真的跟我想的不一样？我问：怎么不一样？小三犹豫了一下开口：赵向平说你在家什么都不做，又懒又邋遢，可我看你……我笑笑，人都会变的，兴许他之前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去上班了。下班后，赵向平果然不在。饭桌上，婆婆开始语重心长的劝阻：你看你们一路夫妻走到现在也不容易，好不容易日子好过点，离什么婚？不是我说，女人离过婚就不值钱了。我扑哧笑出声：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跟我讲这一套？不想离婚也行，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不离婚，那个孩子就必须处理掉。至于我这里，孩子我只要小满一个，你想抱孙子不可能。婆婆张张嘴，再没有说其他话了，而是吃完饭匆匆进房间打电话。单从电话里的只言片语就能听出来，婆婆为了她所谓的金孙，不停在劝赵向平跟我离婚。万事俱备，只欠这最后一股东风。兴许是这一招管用，赵向平回来后就同意了跟我离婚的要求。最后按照协议，房子他得留着，女儿归我，但房子要折现分我一半。另外家里的资产也要分我一半，除此之外，每个月支付3000块钱的抚养费，直到女儿年满18岁为止。我算了一下，这里的房价不低，房子折现再加上资产，我再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够首付，供我和小满住已经足够。因为忙碌工作的问题，再加上赵向平被催着找工作，还要解决小三的问题，
1个月离婚冷静期，他没有再来找我，而我也并没有太难熬。签字的时候，赵向平突然说：“你最好别后悔。”我笑笑，放心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后悔。直到他把名字签上，办理完离婚手续，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走出民政局的时候，我突然心生起恶趣味，回头喊了他一句：“嗨，赵向平。”他回头看我：“怎么？”我大声喊：“你窝在沙发上邋里邋遢，像废物似的打游戏的模样，多看一眼都让人想吐。”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他还想回击，我已经上车，一溜烟离开了。真好，没有这些碍眼的人，连空气都是清新的。我买新房子的那天，听说小三搬进了家里，婆婆比之前好很多，小心翼翼地伺候儿媳妇和她未出世的金孙。得知赵向平是无业游民，大吵大闹了一通，至于有没有发消息给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把他们都拉黑了。听说赵向平因为工作上犯了重大错误，那次不是辞职，而是被开除，甚至比他跟我说的时间还要早几天就当了无业游民。至于重新找工作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拖拖拉拉了大半年，也没人请他过去了。至于小三，眼看生活无望，又没有领证，生下孩子没多久，卷了笔钱就跑了。前婆婆吴凤如愿有了小金孙，只可惜因为准儿媳妇卷钱跑了，气到中风瘫痪，这让原本就乱成一团的家乱得更不成样子了。赵向平要照顾中风瘫痪的老妈，又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儿，越来越穷困潦倒。但这些全都与我无关了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将带着小满迎着阳光，继续走属于我们的路。写完上文，我合上电脑，透过咖啡厅的玻璃看向窗外。一个邋里邋遢、满脸胡茬的男人牵着一个2岁小男孩，身后背着个蛇皮袋，步履蹒跚。这不就是赵向平？我给好友发了条消息：“默默，我看到赵向平了。”接着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。沉默回复了一句：“看吧，还真挺恶心，以后看到他可别再给我发了，我怕饭都吃不下。”你呢？感觉怎么样？沉默。前途一片光明，我想这才是我追求的生活。我又八卦了一句：“听说你谈男朋友了，什么时候结婚？”沉默。结婚？可别，谈谈就行了，反正小满已经有了，剩下的时间该好好生活。霍启明一直以为我是闹小脾气，旁人问起，只说我早晚要回来。直到我公布婚讯，他慌乱拨通我的电话，却是另一个男人接的。霍启明沉默一瞬，却还是带有希冀，轻轻喂了一声。深夜，万家灯火，男人温柔地看了看床上的女孩，不紧不慢道：“她累着了，刚刚才睡着。”那一刻，他才如梦初醒，自己丢失了怎样的珍宝？今天是我20岁生日，晚上在水云间订了包厢，打算和霍启明过2人世界。晚上8点，室友小夏打来电话：“小优，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。”小夏语气带着犹豫，但更多是愤愤不平。他怎么能这样？等霍启明到了，你一定要让他给你一个交代。很快，我收到一张截图，封面很熟悉，是霍启明公司游戏的海报。他很上进，南大计算机专业，大2便开始创业，如今大3已经有一家初具规模的游戏公司，在科技领域崭露头角，不少女孩子趋之若鹜。但我从未放在心上，可眼下截图上的昵称分明显示2人的情侣关系。我认识霍启明的账号，但我从来不玩游戏，
那另一个女人是谁？我的心跌入谷底，但理性还是选择相信他。正想给霍启明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来了。20岁的大学生霍启明，比旁人多了一份意气风发，加之他长相俊美，身材高大，本来就是南大计算机学院的男神，此刻拿着一束鲜花的样子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小优，刚刚公司有事，所以来晚了。霍启明坐下，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顺势将手中的鲜花递给我。电话铃声响起，我看到霍启明的眉头皱了皱，他到底没接。可能是公司的事，你不要看看吗？不用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你重要。我们一起准备好蛋糕蜡烛，想到闺蜜中午寄给我的衣服，此刻正放在沙发的袋子里。她当时不怀好意地说：“小优，记得和霍启明到酒店再打开哦，霍总一定会感谢我的。”我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姑娘，与霍启明交往之后，发乎情止乎礼，最亲密的不过是亲吻脸颊。也正是如此，这样的人又怎么会转身和旁的女孩暧昧？一定是误会。就在我正要吹蜡烛许愿的时候，电话铃声又响了。霍启明没有看手机，而是看了我一眼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他眼中看到了一丝紧张。你先接电话吧。好，我去就回。霍启明并没有在包厢打电话，这是他第一次打电话避开我。不到片刻，男人便回来，迅速穿好了衣服，眼中带着明显的担忧。公司里的绘图师出状况了，我得马上出去一趟。我突然想到小夏给我发的截图，忍不住试探，是女的。霍启明大概没有想到我会这样问，神色一顿，只是一瞬。她也是南大的，是我们的学妹，叫林诗涵。大概是对我有些抱歉，霍启明坐到我的身边，捏了捏我的脸颊，解释着诗涵遭到客户骚扰，她很害怕。你游戏里的道侣也是他吧？霍启明皱了皱眉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还是试图解释，他不会打游戏，让我带他。不会打游戏就要老板带，还要结成道侣。我的神色顿时冷了下来，只要你今天出了这个门，我们就分手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善解人意？不过是学妹。霍启明眼中满是不可理喻，却还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乖，等我回来。我忍住心中寒意，听到刚刚远去的脚步又近了。抬头一看，却看到另一张熟悉的男人面孔。被前男友放鸽子，心中也是不好受的。包厢里原先准备的酒被我喝得七七八八。等我迷迷糊糊从床上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浴室的水声已经响起。透过朦胧的水雾，我看到男人的宽肩窄腰，流畅的肌肉线条，利落的下颌线，随着水雾的浓淡逐渐清晰。原不想在紧致暗黑的西装下，男人是这样的身材。一段模糊的场景扑面而来，看着满地被扔得乱七八糟的衣服，我用手搓了搓自己的脸，正对上刚刚走出来的男人视线。男人刚从浴室出来，腰间系着一条浴巾，挺阔的胸膛，水珠顺着人鱼线滴落下来，引入浴巾下，直至消失不见。但最为醒目的是男人胸膛上2道清晰的抓痕。我昨晚有那么生猛吗？学长，早上好。不早了。我干笑2声，恨不得马上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眼看苏逸晨就要朝着我走来，我屏住呼吸，只感觉男性的荷尔蒙逐渐靠近，清爽带着海盐的味道。让一下，手表被你压住了。哦。我顺势抱着被子让开，看到那熟悉的东西，面上一热。原来昨晚硌到我腰的是他。我记得自己喊了一声，便被人抱到了浴室。没脸去想眼下这种情景，还是先发制人为好。
苏奕辰是谁？整个南城无人不知，苏家百年世家，政商都有一席之地。尤其是科技领域，在苏奕辰的运作下，已是南城龙头。不仅如此，他出众的长相与气质，也引来不少豪门想要联姻。可苏奕辰性子冷淡，就连花边新闻也少之又少。曾有一个清纯小花故意与他炒作，隔天便看到自己曾经销毁的黑料被曝光。不用说，娱乐圈的路终究是走到了终点。想到此处，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。苏奕辰该不会也对我？虽然昨晚是我主动的，但是他也没拒绝呀。地上的衣服显然已经穿不成了，我快速套上浴袍，赶紧给闺蜜打电话，就看到沙发上尚未拆掉标签的裙子。苏奕辰已经穿好衣服，黑色的衬衫，在他打领结的时候，还能看到手臂上蓬勃的肌理。我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。今天先休息，等我回来。不用，我马上就走。这种时候能早点摆脱这尊大佛，自然是好的。你确定自己还能起来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苏奕辰的语气中听到了一丝嘲笑。果然，在我迈开腿的那一刻，我怀疑人生。苏奕辰心下了然，将沙发上的衣服拿过来。我的身边沉下一寸，那股海盐的味道更浓了。要不要我帮你？苏奕辰手中拿着裙子，视线却落在我的面上。如果现在有一面镜子，不用说，我的脸应该已经红透了。我自己可以的，学长要是有什么事就先走吧。那模样那语气，就像一个提起裤子不认账的渣男。我紧了紧身上的被子，一不小心牵动了伤口，忍不住轻嘶一声。苏奕辰面色不改，空气凝滞了几秒，冷了下来。那股紧张的压迫感终于消失，我偷偷盯着男人离开的背影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明明吃亏的是我，他为什么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？大三的课很多，早上我让小夏帮我请假了，下午古代文化史便不可能再翘掉。尤其是当堂的老头，性子格外偏执，请假3次以上可是要扣平时分的。如果要保研，至少要在专业前5，前几年倒是勉强保住了名次，今年自然也不能掉队。一下午虽然脑子不太清醒，还是强撑着认真记了笔记。一整天就像灵魂出窍，终于熬到下课。教室外一个高大的身影拦住我的去路，是霍启明。小优，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？你知道我多着急吗？我心中冷笑，瞬间清醒，还真是时间管理大师。你的学妹今天没有事情找你。霍启明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到底很快掩盖过去。小优，你知道的，我和学妹是同事关系，公司最近项目紧，所以我昨晚才会赶过去的。以后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。说着就要抱我，被我闪开。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，反正已经分手了。教室门前人来人往，霍启明是个好面子的人，被我当场打脸，想要拉我到别处去。一下子看到我手上的伤痕，小优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我带你去医院。我想到昨晚有些愤愤不平，却不好在霍启明面前表现出来。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了？我说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霍启明到底还是走了。小优，我等你平复好情绪再来找你。合着在他面前，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。室友小夏在远处一把将我拉走，顺便给了霍启明一记眼刀子。手中大包小包，还提着整个宿舍的晚饭。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，眼中溢出同情，就知道霍启明靠不住。算了，不说他了，姐姐带你找更帅的男人。像他那样的男人，整天一张脸，就像别人欠了他800万似的，拉去夜店都是要赔钱的。
你上次还说他去夜店能当头牌的。我抿了抿唇，看到小夏一道凶横的视线投过来，赶紧闭上了嘴巴。0度酒吧音乐震天响，五颜六色的灯光投在昏暗的墙面上，看起来热闹极了。这裙子是不是有点太短了？看着自己身上的吊带短裙，我下意识朝下拉了拉。小优，你就是平时被霍启明管得太严了，都是21世纪了，能不能有点穿衣自由？说着，小夏还将我披在肩上的衣服直接扔到了一旁的沙发上。别！小夏瞪了我一眼。我听着周围放松的音乐，突然释怀起来。这个年纪再不好好玩，就要到别人搂搂抱抱。我在工位好的收到的年纪，但不到半个小时，我就感觉自己有点吃不消了。昨天晚上到底睡了几个小时啊？只记得外面刚刚有一点亮色，室内才云霄雨歇。男人就是身体好，明明觉是一起睡的，苏逸晨早上不仅不累，还不带歇的就去了公司。嗨，姐姐，要喝一杯吗？我端着一杯果酒，突然看到身边的位置出现一个目测180加的弟弟。他穿着紧身黑色背心，恰好勾勒出分明的肌理。与他的身材截然相反的是那双含情的狗狗眼，恳切且真诚。这他妈谁受得了呀？好呀，弟弟还在上学吗？刚刚大一。心中的罪恶感不禁上头，谁能拒绝这样真诚的弟弟？小夏果然没骗我，弟弟比霍启明还高了几厘米，热情是没话说的。女人果然是不能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啊！可以请姐姐去看电影吗？不行。我看了一眼还在舞池中央正嗨的小夏，弟弟面色委屈，看起来令人心疼极了，让我于心不忍。我的意思是，今天不行可以改天，到时候时间你来定。弟弟的眼中果然闪过一丝亮光。真的吗？姐姐可不能说谎，不然我会生气的。这样说着，弟弟又靠近了几分，近到可以看到弟弟高挺的鼻梁，下颌线优越的与霍启明不分伯仲。还不知道姐姐的名字？我叫林小优。我和许阳加了联系方式。酒吧冷气很足，露在外面的肌肤染了丝丝凉意。我想起自己的外套刚好还在沙发上。等我走过去时，看到原本放在沙发一角的衣服，此刻正被人压住。礼貌至上，我吸了口气：“这位先生，您背后的衣服是我的，能不能？”男人怀中抱着一个衣着清凉的女人，之所以说清凉，是那薄薄的布料根本难以遮住他胸前的起伏。男人一只手扣在桌上，另一只如果仔细看，便知道已经放在女人的衣服里。怎么能证明这是你的衣服？男人语气轻佻。对呀，身边的女人附和着，丝毫不理会男人的肆无忌惮。酒吧虽然是公共场所，可也不是什么都能做的，是没钱找酒店吗？这衣服不要也罢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我说着便要离开。男人抬起头来，再看到我后，眼中露出惊艳来。他顿时来了兴致，叫声哥哥来听，我就把衣服给你了。不用了，现在脏了，用不上了。砰的一声，酒瓶碎在桌上，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就在耳边：谁给你的底气，敢骂老子脏？我的手腕一阵酸疼，使劲挣脱，看到桌上的酒瓶，正打算鱼死网破，就听到一声熟悉沉稳的男声：我给的，怎么了？苏逸晨穿着白色衬衣，最上面的一颗扣子也扣到顶，一如既往的清冷金贵，丝毫无法与床上的他相提并论。那男人正烦躁，有人打断自己的好事，皱着眉不耐烦抬起头来，看到来人突然噤了声。他的脸色比翻书还快，原来是苏总，
原来是你的人，刚刚我和这位小姐有点误会。”说着，他似乎想起来什么，连忙将沙发上的外套拿过来，双手奉上：“刚刚都是误会，您的外套。”男人陪着一张笑脸，一边审视苏逸晨的神色，一边似有祈求。我没有接外套，小声嘀咕：“没看出来有什么误会，道歉。”苏逸晨话是对男人说的，视线落在我的身上。不多时，带着清爽的木质香味，温暖落在我的身上。他将衣服披在我的身上。那人见好就收，哪里还有刚刚的傲慢？我穿着苏逸晨的衣服，慢慢跟在他身后。这种时候，我该说些什么好呢？告诉他我是来看帅哥的，那也太不道德了。毕竟早上我们还在一张床上。我欲言又止，咬了咬唇瓣，正小心给小夏发信息，刚刚出来太急，把他都忘了。小夏，好家伙，偷偷和学长在一起，不告诉我。你想多了，就是偶遇。小夏，你猜我信吗 ？WC， 我说话就说话，干嘛骂人？小夏，昨晚和谁在一起？难怪眼圈重得吓人。小夏连发了几个不怀好意的表情，就差没从手机里钻出来了，一整个浮想联翩。手机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我咬了咬牙，正要教训他，突然撞在男人的后背上。我的手紧了紧，才没让手机掉下来。可是紧接着，男人的视线就落在手机上，这让他看到还得了。小夏是出了名的满嘴跑火车，死的都能说成活的。送你回学校。苏逸晨神色淡然，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到底什么也没说。哦，不用，我还约了朋友。男人眸子暗了暗，突然问出声来：“是那个小白脸？”小白脸？他说的是谁？可是为什么我竟然从苏逸晨的眼中看到了怒意？不，是小夏还在等我呢，总不能丢下他，否则他那个大嘴巴，明天更说不清楚了。难道还有别人？苏逸晨抓住我的胳膊，能看得出来，语气有点急。大概是瞧见我皱了皱眉头，又放开我，宛如刚刚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，又恢复那清冷的模样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鼓起勇气：“学长，那件事我们就都忘了吧。”苏逸晨转过头来，紧紧盯着我，突然冷笑一声：“哪件事？我记性不好，学妹不妨说说。”我瞅了瞅苏逸晨似乎咬牙切齿的模样，心中一惊：“学长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，我发誓。反正也是露水情缘，心诚则灵。况且我这真挚的模样不像是演的，苏逸晨总该要放过我吧？不然他离开的时候，怎么没有半分的犹豫呢？我回去的时候，一个人突然将我拉住，怪不得你要和我分手，原来已经找到了下家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苏家那种圈子不是你能进去的。霍启明看着已经走远的车，装作提醒我。看样子他已经在这里等了许久。就算我喜欢他，那又如何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没好气看了霍启明一眼，故意说着气话。谁知道他突然紧紧抓住我的肩膀：“你果然像他们说的一样，为分手提前找好了理由。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，身心出轨却不承认。”林诗涵今早就加了我的联系方式，每天恨不得1个小时发一个朋友圈，彰显他和霍启明的关系。霍启明见我油盐不进，还是有些慌了：“小优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都是那个林诗涵贴上来的，我以后会跟他保持距离。那我让你把他开除也可以吗？”虽然与霍启明不欢而散，却不能影响我赚钱。今天是周末，我找了个家教工作，辅导一个3年级的小男孩写作业。刚出宿舍，就看到霍启明站在大门口。我不想理他，转身就走，
被他挡住了去路。小优，我想了很久，真的不能失去你。霍启明一脸深情，路过不少同学都认识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们换个地方谈。校门口右侧，梧桐树亭亭玉立，看起来生机极了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倒也不晚，随手发了一个信息：小优，你听我说，等这个项目结束，我就开除林诗涵，好不好？我和他真的什么也没有，你确定？我把刚刚录下的语音发到对话框，很快就收到对方歇斯底里的声音：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一定是想要破坏我和霍学长的关系，学长是爱我的。霍启明愣了一瞬，可这声音他并不陌生，是林诗涵。可渣男贱女偏要恶心我，那也怨不得我了。霍总和旁人的事情不必说与我听，反正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和这个男人只要多待上1秒，都是浪费时间。你不要听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，逢场作戏而已。我冷哼一声，霍总是私密照满天飞，才承认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好聚好散。等到的公交车到了，我抓紧时间上去，心中却空落落的。霍启明算得上我第一个男朋友，因为毕业于同一所高中，自然距离近些。这段情感是我对爱情向往而小心翼翼迈出的一步。我并不相信婚姻，甚至于不相信男人，是霍启明一点点走进我的生活。上个月他在公众表白，我不想让他失了面子，便在众人起哄声中答应了他。我曾想着，也许有些事尝试一下并非坏事。这份家教工作是我帮室友接过的，第一次来，不得不说句男大不算近。转了2次公交，3次地铁，步行一段路程才到室友发的目的地。难怪没有直达的公交，原来是别墅区。高大的别墅此起彼伏，入目便是一片空幽的树林，边缘点缀着各色的小花，雅致极了。这家主人不在，保姆将我带到2楼，却没看到预料中的小男孩。宋老师，您等我一下，估计然然又在闹了。保姆看起来头疼极了，需不需要我帮你找他？没事，您在这里先休息吧。保姆的神色似乎是习以为常。人刚刚离开，我就听到书架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走过去，可书架后什么也没有。正纳闷的时候，转身看到身后穿着吉利服的小男孩，手中拿着一把玩具枪，举起手来。小孩子天然便有一种征服欲，这个时候满足一下他也不是不行。我做出双手上举的动作，和他商量：是然然对吗？我是你的家教宋老师。原来是老师啊。小男孩放下枪来，看起来是放下了警惕。我走进他身边，正想要问问他的功课，就听到子弹打出的声音。浅蓝色的碎花裙上，一抹橙色的颜料格外显眼。哈哈，还是一如既往的笨蛋，和前几个老师也没有什么不同。然然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乖，听老师话，先放下枪。我一边安抚着他，一边走近他。在他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迅速抢下他的玩具枪，做出狙击的姿势，将靶子对准了他。到我了，将周末作业拿出来，否则我就要开枪了。就不，你要是不把玩具枪还给我，我就给我小舅舅说你打我。你说吧，你不妨看看身后，我早就将手机调成录像模式，方向对准了这个地方。如果不出差错的话，应该过程很完整。还敢给我录像，我这就把你的手机扔掉。3年级的小男孩正是叛逆的时候，径直跑了过来。在我们2个人拉扯的时候，书房门突然打开。我拿着手机跑过去，突然听到枪声一响，预料的颜料并没有打过来，悉数都被男人用手臂挡住，还有几滴落在地板上。周然，
还要让我强调几次。这次再把老师气走，就把你送到国外去。小男孩捏了下去，看起来既委屈又害怕。知道了，舅舅。没想到周然是苏逸晨的外甥，大概是看到我衣服上的狼狈，苏逸晨将我带到一个衣帽间，里面的东西甚至没有扯掉标签，可尺寸却与我差不多。这大概是苏逸晨为他女朋友准备的，花边新闻从未说过此事，他真的将她保护得很好。周然迫于苏逸晨的威严，没再调皮，乖乖将作业写完。已经下午6点了，小男孩不情不愿地出来送我。我望向3楼正亮着的灯光，之前的事都是意外，现在这样公事公办也好。苏逸晨每天那么忙，很快就会忘记我们的事情。唯一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等我走到公交站牌的时候，最后一趟车已经离开。我肉疼地点了打车软件，才等到3分钟，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停在我的面前。现在大家就业都这么广吗？有钱人不愧是有钱人，都开迈巴赫了，还出来跑滴滴，主打一个八方来财。他不赚钱，谁赚钱？我开心地拉开车门，正要对手机号码的时候，看到下午才遇到的那张脸。我赶紧道歉，拉开车门的手停在男人的提醒中。上个月这里刚死了个女大学生，听说是司机将人带到荒郊野岭作案。男人语气平静，我的心却慌得不行。听说人找到的时候人已经不完整了。这种的新闻屡见不鲜，我相信苏逸晨没有理由骗我。学长，到最近的地铁站就行。不用，我刚好去学校也有事。不愧是周家的掌舵人，这么晚还要处理公事，难怪他发财，学到了学到了。空气中又陷入凝滞，我揪着身上不属于自己的衣服，学长，裙子我下次洗干净还给你。不必，你穿着合适就送给你了。那不行，我下次一定给你带来。我可不敢穿他女朋友的衣服。男人停顿几秒，在后视镜中，我看到他戴着眼镜的目光，似是无奈，又似是漫不经心。随便你。我在宿舍之前就下了车，却还是被好事者拍照造谣。1个晚上的时间，我被富豪包养的消息不胫而走。事情最开始在校园贴吧发酵，匿名者将我和苏逸晨的照片放在上面，不过不知是不是忌惮苏逸晨的身份，画面中没有他的正脸，而我的长相却清清楚楚。导员将我叫去谈话，关于今年奖学金申请的事情，需要再考虑一下。那不是我，为什么不能调查之后再做结论？学校不适合陷入这种负面新闻中。前段时间，某某教授刚被女学生举报婚内出轨、学术作假，学校一时间被推上风口浪尖，热度刚刚下来。奖学金的事似乎没了着落，不久后保研的名单就要出来了。3年的努力似乎全都白费。我像往常一样上下课到图书馆看书，却还是难逃旁人的指指点点。就是他损坏我们学校的名声。听说他高中的时候就不检点，经常有豪车接送。是这样啊，原来是惯犯。还好霍学长及早脱身，不然可要受拖累了。那2个女生正要离开，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你们知不知道造谣是犯法的？作为女生，我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这种事情对女生名誉的损害程度。你敢做就不要怕人说，无风不起浪。你亲眼看见了吗？贴吧上的东西不是明明白白吗？还不知道你这次又找了个几十岁的老头，怕不是赶上去给人孩子当后妈？我拿起手机，面不改色拨通了电话。您好，是南城警局吗？我这里有一起造谣、违背公序良俗的案件，刚刚还侃侃而谈，
得意洋洋的女孩瞬间慌了神色：“你竟然报警了！你们就等着法院的传单吧。”在他们的注视下，我将刚刚录好的视频保存了下来。造谣者应该受到制裁，否则我不是第一个受害者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这世上有些人总是只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，或像墙头草一般不去查证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好好的人都要身败名裂了。中间霍启明来找过我一次，他喝醉酒拉着我，看起来颓废的不行。小优，那个苏逸晨有什么好？你回到我身边，你需要钱我都会给你。你也在心底就认为我是贪慕虚荣的人，还来找我做什么？放开！霍启明的酒醒了大半，我却不想与他周旋。适逢假期，我回到高雄市，家里的老小区年久失修，好在肌肉记忆还在，终于摸黑上楼。一进门我就闻到酸菜鱼的香味，桌上的手机还放着短剧。我轻轻放下手中的行李，慢慢走到厨房，看到戴着眼镜做饭的妈妈。烟雾缭绕，妈妈脸上的皱纹似乎都模糊了些。我回来了。还在忙活的女人转过身来，唇角勾起来，却用看似严厉的语气命令道：“把手机给我拿来。不知道陆总失忆后有没有找到女主角？作者会让他找到的。”你个死丫头！话是骂我的，可他眼中难掩喜色。家里要来客人，厨房还摆着好几个切好的菜。有一个学生今天要来看我，说起那小伙子现在就在南城工作，可有出息了。妈妈是高雄市一中的语文老师，兼职火箭班主任，说是桃李满天下也不为过。我并不诧异。满满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很快就做出来了。适时敲门声响起，只是没有让我想到的是，来人是熟人。妈妈口中有出息的小伙子是苏逸晨。气氛突然尴尬起来，只是除了妈妈。小苏，快尝尝这道酸菜鱼，小优最喜欢了。小时候还经常跑到河里去，差点都成野孩子了。那个时候，古装剧是我的最爱，江湖隐士不去钓个鱼都配不上自己的身份。可我去的是乡下河边，最后下雨了，只在水里捉了一捧小蝌蚪回来，养在矿泉水瓶子里，第二天都翻了肚子，因为我把瓶盖拧紧了。这样的囧事，妈妈似乎记了一箩筐，逢人就讲。可眼前的人是苏逸晨，看他气定神闲的模样，指不定怎么笑话我。平时都吵死了，今天怎么连话都不说了？突然想起来了，你以前还在操场看人家打篮球，叫你回家都不听。陈年旧事骤然被妈妈说出来，我将脸埋在碗里扒着饭。那是上初中的时候，一中是完全中学，环形教学楼。我小学就被小说看坏脑子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色欲熏心，在植树节遇到一个超级帅的哥哥。我用了5本小说、3本杂志，外加10根棒棒糖，才换来帅哥的信息。是以那段时间，我一下课就会守在苏逸晨他们教室后门。后来还出卖了人格，当上了卫生管理员，成为德育处的爪牙，为的就是能看他一眼。蹦跶大半年，人家连我名字都不知道。秋季运动会，作为800米冠军，最先出名的不是我的战绩，而是我裤子上的血迹。不是说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吗？可依然成为旁人的谈资，被笑了好几年。我转身就看到苏逸晨从远处走近，臂弯上还挂着他的校服。他一定也看见了，那个时候便决定封心所爱了。闺蜜约我看电影都没去，还是半夜，我被楼下烤羊肉串的香味熏下楼的。再遇到苏逸晨，依然是我最不堪的时候。我兼职车模，被老板骚扰，是苏逸晨送我回的学校。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是校友，
只是他已经毕业好几年了。有的人注定是没有缘分的，比如我和他。我送他下楼，外面乌漆墨黑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肌肉记忆就像是短路了。好好的穿着平底鞋，突然一个没踩稳，眼看就要与地面接触了，可预料的疼痛并没有传来。我闻到了浓浓的木质香味，以及感受到男人有力的臂膊。黑暗中任何一点动静都格外清晰，除了乱跳的心率，还有微微的喘息声。我的头就埋在他的胸前，就像那个夜里，只是不同的是，他当时并没有如此克制。学长，不好意思。我说着就要起身，被人一把按住，连人打横抱起。不要说话。苏逸晨把我想要拒绝的话都堵住了。我们谈谈上次的事情。苏逸晨不想负责。他突然掏出手机，我一把按住他的手。要负的，要负的，你不要报警。男人突然笑了，透过昏暗的灯光，我看到他一如既往令人心动的样子。苏逸晨说的负责是到他的公司工作，听说公司业务拓展，还需要一个照顾他起居的助理，不仅能拿工资，关键还有实习证明，只需要我根据课表适应。那个造谣的帖子等我再登上去的时候，已经销声匿迹。隔天生科院教授的微博证实了那晚的男人是苏逸晨，大家知道送我回来确实只是顺路。学院误会你了，你的奖学金已经上报，另外保研的事情下来了，有你的名字。我没有声张，因为这本就是我应得的。但出宿舍的时候，还是差点被横在上面的灯打到。直到许阳打电话请我吃饭，餐厅里我总觉得有人在身后窥探，许阳都嘲笑我杯弓蛇影。姐姐，我最近有好好听话，一个文学院的学姐追我，我都没同意呢，姐姐要给我什么好处吗？许阳说着就凑过来，被我一把按住了脸。少来，不过这顿饭姐姐请你。餐厅有什么光一闪而过，我转过头时又消失不见。我搓了搓脸，莫非是最近的压力太大？做了几天苏瑞的助理后，我越发觉得大公司极有人文关怀，就比如陪餐制度。我背着苏瑞点的都是自己喜欢的，短短几天，我连将来毕业的就业方向都想了一遍。工作上要紧的事情根本不用我操心。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苏逸晨除了人长得帅，工作的时候杀伐果断的模样才是最迷人的。似乎是察觉到我关注的目光，苏逸晨转身走过来，便与我的视线对视，有种看帅哥被抓包的模样。看着半蹲在我面前的男人，我心虚地咽了咽口水。要是累了，就在里面休息。苏逸晨唇角勾了勾，金丝框眼镜下是他柔和的目光。不用，我去给你泡杯咖啡。说完，我逃一般的离开了办公室。一直到茶水间的时候，我心跳还快得要命。等我正要端着咖啡走出去的时候，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但我转念一想，应该是看错了，他不可能在这里。下班的时候正好遇到许阳，苏逸晨今晚要回老宅，我和他打了招呼，便坐上了许阳的车，全然没有发现身后的人气压低的吓人。许阳将我需要的资料都转交给我，在我拿着文件袋正要上楼的时候，收到了一则信息，是苏逸晨。来不及打开资料，我赶紧打车到他家。别墅不是说今晚要回老宅吗？我按照苏逸晨的指示，用密码打开了房门。屋内却暗得吓人，直到我摸索至2楼，还没有打开灯，便被一道沉沉的身子抱住。闻着熟悉的味道，我将恐惧收了回去。男人的身子很烫，隔着衣料还能感受到。家里有药吗？有没有吃饭？我试探性地开口。男人箍在我腰上的手更紧了。没有。
那你先放开我，我去给你倒水喝药。男人不说话了，将头放在我的肩头。他本就长得高，足足高出我一个头来。我小心翼翼转过身来，在还来不及说话的时候，炙热的吻扑面而来。空气里安静极了，却能听到两人沉沉的呼吸声。等我清醒时，已经辗转到了卧室，苏逸晨的手正放在我的扣子上。我去给你拿药。我一把推开了他，打开了床头灯。男人眼中还残留着尚未平息的欲色，以及一丝似是无奈似是受伤的神色。等我将稀饭和药拿来的时候，苏逸晨已经躺下。我哄着他吃了退烧药，因为担心他没有人照顾，还是留了下来。夜半我是被滚烫的怀抱热醒的，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从沙发上滚到床上的，难道是梦游？不过苏逸晨长得是真好看呐，我将手慢慢放在他的脸上，替他擦着汗。夜里总是感觉被箍得喘不过气来，似乎还有一道声音在我的耳边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早上门铃声一直在响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小孩声音。我正准备睡个回笼觉，就听到男人威胁的声音：你要是吵醒宋老师，我就把你送到国外去。我顿时就清醒了，打开房门，看着坐在客厅的一大一小，两个人都注视着我。小舅妈，早上好。周然率先打断了僵局。你好。等看到周然不怀好意的笑脸时，我的脸瞬间爆红。苏逸晨像没事人一样过来吃早餐，男人穿着居家服，又将视线落在我的脚上。我赶紧走到卧室穿好了鞋。等回到学校的时候，小夏告诉我，赵轩昨晚不见了。事实上，我的手机传来了他的短信，我知道他在哪里。教学楼的天台上，赵轩站在那里，好似摇摇欲坠地疯着。小夏告诉我，今年奖学金和保研的名额都没有赵轩，他一直很努力，可是专业排名他差了2名。轩轩，你不要想不开，今年保不了研，我们一起考。小夏着急地劝导。没用的，没有的。赵轩崩溃地大哭。此刻楼上楼下已经围满了人。我朝着小夏使了使眼色，小心翼翼靠近。轩轩，我们有话好好说，以你的努力已经能考上研究生的。不会了，我没有机会了，都是因为你。你自己品行不？不会了，我没有机会了，都是因为你。你自己品行不端，败坏学校的名声，却还能得到保研的名额，凭什么？他的话就像是一道惊雷击中我。我们作为室友，3年一直形影不离，度过了那么多快乐的时光。我喉头哽咽，鼻子一酸，你真的这样看我吗？当然，这就是证据。赵轩将一摞照片撒下，其中一张正落在我的脚边。是许阳和我吃饭的时候，角度迷惑，引人联想。难怪那天我一直觉得有人跟在我的身后。你一直偷窥我，我不敢置信。是，就连我喜欢的男孩子也拒绝了我，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是你抢走了他。赵轩情绪激动，控诉着世道对他的不公。你喜欢的男孩子是谁？人群中，许阳匆忙赶来，手中拿着文件，站在我的身边。赵轩的视线突然落在他的身上，带着痴迷。我恍然大悟，你和苏逸晨的照片也是赵轩放在贴吧上的。许阳小声说着，这就像是最终的审判，将我们3年的信任彻底击溃。轩轩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都是你逼我的。为什么我们明明一样，可你事事都在我的前面？我那么努力，为了保研，我每天一早就到图书馆背单词，吃饭的时候都不敢看手机，把专业词条放在桌上。我不敢去玩，周末的时候整天都在自习室，我每天都是第一个去，最后一个出来。
可是我最后得到了什么？奖学金是你的，什么都是你的。我真没想到你这样认为。可你不知道，我晚上1点睡的时候，改论文改到崩溃的时候，我每天一大早就到操场听听力。我大姨妈来的时候，都没敢打乱我每天的学习计划。任何事情都不是你表面看到的那样。赵轩轻笑了一声，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吧。他最后看了一眼我身边的许阳，然后慢慢走到天台的边缘。他没有死，救援来得及时。导员将他送到了医院，重度抑郁，建议休学。等我下课回宿舍的时候，他的东西都不见了。听小夏说，赵轩也是个可怜的人，家中重男轻女，不同意他考研，除非他能拿上专业奖学金，攒够学费。可是可怜不能成为他伤害别人的理由。更让人生气的事情是，赵轩之所以会知道我和许阳吃饭，都是林诗涵从中作梗。他们以前是同一个高中，林诗涵被霍启明开除，怀恨在心，便想到这个办法。我生日的那天，苏逸晨将我带到半山的别墅，露天的阳台上，我看到漫天的星辰。苏逸晨将我拉到一架望远镜下，透过那里，他告诉我，有一颗行星为我而亮，他为我买了一颗行星的命名。那一刻我才知道，何为满天星辰都不及你。我在那天答应了苏逸晨的告白。这狗男人丝毫不知道节制，把我的裙子都撕碎了。很快便在网上公布了我们的婚讯。迷迷糊糊间听到有电话的声音，我踢了苏逸晨一脚。电话被接听，是霍启明。小优，你在家吗？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已经将林诗涵开除了。你……苏逸晨打断了他的话，不紧不慢道，他累着了，刚刚才睡着。不愧是他，知道什么是杀人诛心。我决定不再对霍启明抱有任何幻想，毕竟他的真面目早已经显现得如此清晰。昨晚我被那一幕深深刺痛了，而今天他还敢站在我面前装作无辜，继续卖弄他那副深情的模样。像我这么理智的女生，早该看清楚了，这不是爱情，这只是一个男人用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游戏罢了。小优，我不想失去你。霍启明依然苦苦哀求着。我笑了笑，心中冷意更浓。霍启明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你当初就用你那一套所谓的信任把我缠住，现在你却要给我下个决定。你自己做的每一件事，我都有眼看见，今天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无法改变。他一愣，随即不甘心地拉住我的手臂，你到底要我怎样做才能让你原谅我？那个人也不过是个学妹，真的没什么。够了！我打断了他，眼底寒意笼罩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分手了。他的脸色微变，看得出他并没有预料到我会如此果断。直到他松开手，我才稍微松了口气。就算他如何恳求，我的心已经不再为他跳动。转身走向公交车站，我听到他愤怒的喊声：“你会后悔的，小优，我不会放过你。”但我并没有回头，什么都不想再听。我自己走出那段感情，选择了一个新的方向。这一切让我看到了男人的薄情，周围人的无知。而苏逸晨虽然给了我些许温暖，但他那冷静的性格同样让我惶恐。爱情它并非完美，它只是曾经存在过的片段。只是当我背负着那些情感的伤痕，站在新的起点时，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从未真正了解过爱情的模样。或许未来的我才会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。故事结束了，祝您生活愉快，我们下次见。